中俄 CR929客机项目是怎样的一个项目？对中俄有怎样的影响？俄罗斯计划推出 CR929客机项目，这对于中国有何影响？中国对此该作何应对？近年来，随着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，这使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，不用再受到其他国家的限制，也不再被卡脖子。这就使中国在很多领域上拥有了独立自主的能力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发展，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。要知道，此前由于中国发展较为落后，这使中国在很多方面上都受到了较大限制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落后的局面。所以使中国在此次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。现如今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受其他国家的限制，且具有完全的独立自主能力，且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断去取得新的突破，以便可以有更大的收获。因此，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，有着较为重要的促进意义。此前，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项目，现如今也有了最新消息。据消息称，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在未来工程师论坛上表示，中俄产业合作的 CR929项目并未朝着俄方预期的方向发展。中国在成长为一个工业巨头后，对我们的服务越来越不感兴趣。此外，俄罗斯副总理认为，中国和俄罗斯在 CR929客机项目上存在分歧。中国提出了过多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指标，所以俄方对项目的参与度越来越低。对此，有分析人士指出，俄罗斯正考虑放弃中俄合作的大飞机项目 CR929，理由是项目没有朝着适合他们的方向发展。在中国成为工业巨头后，对俄罗斯的服务越来越不感兴趣了。因此，在此消息传出后，许多人对于中俄联合研制的 CR929客机项目前景表示担忧。如果俄方退出后，可能只能由中国独立研制 CR929，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较大的挑战。此外，有报道指出，俄罗斯计划退出 CR929项目，其实也在预料之中，因为 CR929这一级别的宽体客机难度极高，尤其是上个月，项目方宣布将放弃使用西方国家产品，转为全部使用中俄国产替代。问题是，中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而俄罗斯仅有一些不算成功的经验，所以这导致中俄双方对于 CR929客机的定位不同，从而使两国之间产生一些分歧，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然而，关于中俄研制的 CR929客机，是中国航空史上第一次和外国合作巨型喷气客机，耗资高达500亿美元，这也是俄罗斯航空工业第一次和外国进行如此深度合作，影响重大。此外，根据此前两国达成的共识， CR929客机在明面上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共同研制，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，对发动机这样一系列关键系统都有其完全独立的备份计划。由于 CR929客机是世界上最为流行的干线客机之一，如果能够成功的投入批量生产，那么 CR929客机将会是波音以及空客主力机型的最为强大的竞争对手，将会对他们的地位产生巨大冲击。不仅如此，据消息显示，中俄联合研制 CR929客机前期将先使用俄罗斯生产的 PD35航空发动机，后期使用中国国产 CJ2000航空发动机。上海商飞将负责原型机的整流罩、水平尾翼、垂直尾翼的制造。俄罗斯技术集团比尔姆发动机工厂负责生产 PD35发动机。CR929客机有3层甲板结构，航程12000公里，最大起飞重量242吨，将在2025年进行试飞，并于2028年交付给航空公司。由于中国对于这款客机十分看重，因此这使中国为 CR929客机的研制投入了很大的心血。因此，这使 CR929客机除了在发动机上实现了国产化，其自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据悉，中俄 CR929客机要比 C919客机大很多，这就意味着 CR929客机在内部零件要比 C919客机复杂得多，这就使其对于零部件的加工精度要求更高。不仅如此，中国 CR929客机还采用了许多新技术，比如复合材料机身结构、新型燃油系统等，这些都使 CR929客机具有更高的安全性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大大增加了制造的难度。其中，尤其是 CR929客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在增至245吨后，这使其需要动力更加强大的动力。
因此，这也使中国必须加快对长江2000航空发动机的研制，以便可以得到最好的飞行性能，发挥出最大的作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关于中俄研制的 CJ929 客机，此前就有消息称，据俄罗斯中央空气流体力学研究院和俄罗斯联合飞机公司报告称，宣布 CR929 模型的新一轮风洞测试宣告成功，其中由中国商飞负责承揽的 CR929 机翼部分的气动性能，在测试中成功打破了俄罗斯民用飞机在此领域上保持的记录，实际性能表现甚至要超出此前的预期。因此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中俄联合研制的 CJ929 客机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大发展，也有了一定突破，这对于 CR929 客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，这对于中俄两国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。但是，随着项目的推进，两国之间关于 CR929 客机的分歧与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，这就使两国对于 CR929 客机的发展有了不一样的想法。一方面，随着中国相关技术的突飞猛进，这就使中国开始对俄罗斯的技术不感兴趣了，更倾向于使用自己的技术，以此来实现独立自主。另一方面，主要也是由于中国提出的一些要求可能超出了俄罗斯的能力，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俄罗斯失去了参与感，完全没有了主导地位，也无法对中国进行限制。因此，这就使俄罗斯对于中国的态度感到十分不满，且使自己的存在感逐渐消失。所以，就使俄罗斯心生退意，决定不再参与 CR929 客机的项目。虽然俄罗斯退出 CR929 客机项目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项目的继续推行产生一定的影响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儿。相反，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中国自主研发，从而促使中国大飞机走上一条独立发展之路，能够进一步加快中国大飞机的发展。此外，据消息称，据悉中国加快了对国产长江2000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发展，这使中国能够加快实现发动机国产的目标。现如今，中国目前已经成功研发出的国产长江2000大推力涡扇发动机进入地面台架试车。据悉，中国国产长江2000大涵道比航空发动机是为中俄联合研制的 CR929 大型客机专门研制的，使用了先进的复合材料，采用了新的生产工艺，以此来实现 CR929 客机的国产化。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。随着中国在国产发动机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，这使中国完全可以独立自主研制 CR929 客机，而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。这对于中国客机实现自主研发有着重要的意义，这将为中国在国产客机上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助力。对此，我们一起来期待吧。